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真的是太精彩了。这个故事啊，简直就是现实版的偶像剧，让人看了忍不住感叹缘分这种事情真的是妙不可言。故事的女主角叫林雨晴，是大陆一位知名企业家的独生女。别看她出身富贵，这个姑娘一点都不娇气。从小学习成绩优异，后来去美国留学，学的是医学管理专业。回国后，在父亲的公司帮忙，专门负责医疗器械这一块的业务。林玉晴的父亲林志远今年刚好60岁，一直是个工作狂，为了事业拼命奋斗，却忽略了自己的健康。前段时间，他被查出患有一种罕见的心脏病，大陆几家大医院会诊后，医生都摇头叹气，说治疗难度太大了。爸，您别担心，我一定会找到能治好您病的医生。雨晴急得整夜睡不着觉，翻遍了国内外的医学文献，终于发现台湾有一位心脏外科专家陈医师在这个领域有着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天哪，这不就是爸爸需要的专家吗？雨晴眼前一亮，立马联系了台湾长庚医院，经过一番周折，终于预约到了陈医师的会诊时间。就这样，雨晴陪着父亲来到了台湾。刚下飞机，他就被台北桃园机场的整洁和秩序井然所震撼。哇，好干净啊，真是名不虚传呢。第二天一早，雨晴陪父亲来到长庚医院，推开医院大门的那一刻，雨晴忍不住惊叹，这也太现代化了吧！宽敞明亮的大厅，先进的自助挂号系统，医护人员干净利落的工作态度，处处都透露着专业和高效。小姐，请问有预约吗？前台护士亲切地询问。有的，我们预约了陈医师的会诊。雨晴赶紧回答。经过简单的登记后，他们被引导到专家门诊区。雨晴注意到，这里的每一个细节都体现着对病人的尊重和关怀。候诊区不仅宽敞舒适，还有专门的志工为行动不便的病人提供帮助。医院的墙上挂满了各种国际认证的证书，显示着台湾医疗体系的国际化水平。林先生，请进。护士叫到他们的名字，走进诊室，迎面而来的是一位40出头、身材高大的医生。他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眉宇间透露着沉稳和睿智。你们好，我是陈医师。他微笑着伸出手，声音温和而有力。雨晴和父亲分别与他握手。奇怪的是，当雨晴的手碰到陈医师的那一刻，心里突然有种莫名的熟悉感，这个感觉好像在哪里见过他一样。雨晴心想，陈医师仔细查看了林志远带来的所有检查资料，认真地询问病史，然后亲自为他做了全面检查。整个过程中，陈医师表现出的专业素养和对细节的关注，让雨晴暗暗点头。林先生的情况确实比较复杂，陈医师最后总结道，但别担心，我们医院刚引进了最新一代的心脏3维成像系统，可以精确定位病变部位。我们还有亚洲首屈一指的微创手术团队，治愈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听到这话，雨晴和父亲都露出了久违的笑容。陈医师，真的太感谢您了。雨晴激动地说，不用客气，这是我的职责。陈医师微笑道，不过林小姐，我总觉得你看起来有点眼熟，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雨晴摇摇头，应该没有吧，我是第一次来台湾，那可能是我记错了。陈医师笑了笑，对了，我安排林先生后天做个详细的检查，然后我们再制定具体的治疗方案。离开医院，雨晴心中五味杂陈，一方面为找到了有希望治好父亲病的医生而高兴，另一方面他对陈医师那种莫名的熟悉感感到困惑，难道真的是在哪里见过？可我确实是第一次来台湾啊。接下来的几天，雨晴每天陪父亲做各种检查，与医院的医护人员接触越多，他对台湾医疗水平的印象越深刻。爸，你发现没有？这里的医生护士不仅技术好，服务态度也太好了吧？雨晴感叹道，而且医院里的设备真的是一流的，有些甚至比我们在美国见过的还先进。林志远点点头，是啊，之前我对台湾的医疗水平有些偏见，认为可能比不上大陆的顶尖医院，没想到人家不仅设备先进，医疗理念和服务意识也这么强。
尤其是那位陈医师，看病非常仔细，态度又好，真是难得啊。1周后，各项检查结果出来了。陈医师约他们到办公室详谈。林先生的病情确实比较罕见。陈医师指着检查报告说：“不过好消息是，通过我们的精密检查，已经明确定位了病变位置。我们医院有一套最新的微创手术方案，可以尝试治疗。这个方案是我们医院与日本、美国医疗团队合作研发的，目前已经成功应用于10几例类似病例。”真的吗？太好了！雨晴激动地说。不过，陈医师严肃地说，任何手术都有风险，尤其是像林先生这种情况，我需要你们充分了解手术的风险和术后注意事项。接下来，陈医师详细解释了手术方案、可能的风险以及术后康复计划。他的讲解专业而通俗易懂，让雨晴和父亲都能够清晰地理解。林小姐，你是学医的？陈医师突然问道。雨晴有些惊讶，我学的是医学管理，不是临床医学。你怎么知道我有医学背景？从你提问的角度和用词能看出来。陈医师笑着说，而且你看检查报告的眼神很专业。这一细节让雨晴对陈医师的印象又加深了几分。果然是术业有专攻啊，观察力真敏锐。他心想，手术日期定在2周后，在这段等待时间里，雨晴每天都会带父亲去医院做术前准备，同时也经常与陈医师交流。每次见面，那种莫名的熟悉感就越发强烈。有一天，雨晴在医院的咖啡厅里偶遇了陈医师。林小姐，一个人。陈医师端着咖啡走过来。是啊，爸爸在做检查，我出来透透气。雨晴笑着回答。陈医师要不要坐下来喝杯咖啡？陈医师欣然接受了邀请。两人聊起天来，话题从医学延伸到各自的生活和经历。其实我小时候在大陆生活过几年。陈医师突然说，我父亲当年是台商，在上海有工厂，我们一家人在那边住了将近10年。真的吗？那你普通话说得这么好，就不奇怪了。雨晴恍然大悟，不过后来为什么回台湾了呢？那时候我12岁，父亲的工厂遇到了一些问题，我们不得不匆忙返回台湾。说起来，我在上海还有一个很要好的小伙伴，可惜离开得太急，连告别都没来得及。陈医师的眼神中流露出一丝怀念。听到这里，雨晴突然感到心头一震。陈医师冒昧地问一下，你在上海是住在哪个区？我家住在徐汇区，靠近一个大公园，叫徐家汇公园。雨晴迫不及待地问道。陈医师惊讶地看着他，对呀，你怎么知道？雨晴的心跳加速了，那个小伙伴是不是姓林？现在轮到陈医师震惊了。没错，他叫林雨晴。等等，你是说两人面面相觑，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你是小陈，陈志明。雨晴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猜测。你真的是雨晴？那个总喜欢扎马尾辫、爱看小人书的雨晴。陈医师，现在应该叫他陈志明了。同样难以置信。天啊，真的是你！雨晴激动得差点跳起来。我就说，怎么一见面就觉得熟悉？原来我们小时候是邻居呀！陈志明也激动不已，这也太不可思议了。20多年过去了，居然以这种方式重逢。接下来的时间里，两人沉浸在回忆中，一段被尘封多年的童年友谊重新浮现在眼前。原来，当年陈志明一家住在雨晴家对面的公寓里，2个小孩因为年龄相仿，又都是独生子女，很快成了好朋友。他们一起上学，一起玩耍，一起分享各自的小秘密。记得那次你被欺负，我去帮你出头，结果自己鼻子被打出血了吗？陈志明笑着回忆，当然记得。雨晴也笑了，我还偷偷拿了我妈的药给你涂呢。后来你爸妈知道了，还特意来我家。还有那次，我们俩偷偷爬上楼顶看星星，结果被管理员发现，吓得躲在水箱后面。对，那次回家以后，我们都被罚站了。一段段童年趣事被重新提起，笑声在咖啡厅里回荡。雨晴忽然意识到，原来那种莫名的熟悉感和亲近感，是源于这段被时间冲淡却从未真正消失的友谊。没想到你现在成了这么厉害的医生，雨晴感叹道。小时候你就说要当医生，真的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你呢？
记得你小时候总说要当科学家，现在是做医疗管理方面的工作。陈志明问道。是啊，专业方向稍有不同，但还是和医学有关。说起来，我们两个还真是朝着当初的方向努力了呢。两人相视一笑，那一刻，时光仿佛倒流，回到了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这次偶遇之后，雨晴和陈志明之间的关系迅速升温。除了医患关系外，他们开始频繁见面，一起吃饭，一起逛台北的街头巷尾，一起回忆童年往事。在这个过程中，雨晴也更深入地了解了台湾的医疗体系。陈志明带他参观了医院的各个科室，介绍了台湾先进的医疗设备和管理理念。台湾的全民健保制度真的很了不起，雨晴由衷地赞叹，几乎所有居民都能享受到高质量的医疗服务，而且费用还很合理。是啊，虽然我们的医疗资源和大陆的顶尖医院相比，可能在规模上有差距，但我们注重的是医疗质量和病人体验。陈志明解释道，比如说，我们医院的平均住院时间比大陆同级医院短20%，但治愈率和病人满意度都很高。我看到了，这里的护士不仅专业，还特别有耐心，对病人的态度也很好。雨晴点头说，而且你们的医疗设备真的很先进，尤其是那套心脏3维成像系统，连美国一些顶尖医院都还没有普及呢。这都得益于台湾发达的电子信息产业和精密制造业。陈志明笑着说，我们把这些技术优势应用到医疗领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随着交流的深入，雨晴对台湾医疗体系的印象从震惊到敬佩，再到思考如何将这些先进理念带回大陆。而陈志明也从雨晴那里了解到了大陆医疗体系的快速发展和巨大潜力。在专业交流之外，两人的感情也在悄然升温，那种源于童年的亲近感逐渐转变为成人世界中的爱慕之情。只是两人都默契的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因为眼下最重要的事情是林志远的手术。终于，手术日到来了，林志远被推进了手术室，雨晴坐在手术室外的走廊上，心里忐忑不安。别担心，爸爸会没事的。雨晴不断地安慰自己。手术持续了6个多小时，比预计的时间要长，这让雨晴越发紧张。每次手术室的门打开，她都会紧张地站起来，却发现只是医护人员进进出出。雨晴，给你带了杯热奶茶，喝点吧。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雨晴抬头，看到陈志明的同事李医师站在面前。李医师，谢谢你。雨晴接过奶茶，手术还要多久？别担心，手术进行得很顺利，李医师安慰道。只是因为发现了一些术前没察觉到的细微病变，陈医师正在处理这些额外的问题，所以时间比预计的长一些。听到这个消息，雨晴稍微放心了一些。陈医师真的很负责任，连这些细微的问题都不放过。是啊，他一向是这样的性格，非常追求完美，尤其是对待病人的时候。李医师笑着说，对了，他托我来告诉你，不要担心，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这份关怀让雨晴心里涌起一股暖流。虽然陈志明正在全神贯注地做手术，却还记得安抚他的情绪。又过了1个小时，手术室的门终于打开了，陈志明走了出来，摘下口罩，露出了疲惫却满足的笑容。手术很成功，他对雨晴说，虽然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小状况，但都已经解决了。你父亲的情况很稳定，现在被送去 ICU 观察，明天就可以转入普通病房。听到这个消息，雨晴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一把抱住了陈志明。谢谢你，真的太谢谢你了。陈志明轻轻拍了拍他的背，声音温柔而坚定，不用谢，我答应过你的，一定会尽我所能。这一刻，两人之间的情感似乎找到了一个宣泄口。雨晴松开手，有些不好意思地看着陈志明，对不起，我太激动了。没关系，我能理解。陈志明微笑着说，这几个小时对你来说一定很煎熬，现在去休息一下吧，明天一早你就能见到你父亲了。接下来的日子里，林志远的恢复情况出奇的好，1周后，他就从 ICU 转入了普通病房，又过了2周，各项指标都趋于正常，已经可以下床活动了。
在这期间，陈志明几乎每天都会来查房，不仅关心林志远的身体状况，还经常和他聊天，帮助他保持积极的心态。这份关怀不仅让林志远感动，也让雨晴对陈志明的感情越发深厚。有一天，林志远终于忍不住对女儿说：“雨晴啊，我看那位陈医师对你挺有意思的，你们俩……爸，您在胡说什么呢？”雨晴顿时脸红了，我们只是儿时的朋友重逢而已。是，儿时的朋友。林志远意味深长地笑了笑，但你们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我看得出来你们之间有特别的感情。雨晴低下了头，没有反驳。父亲说的没错，这段时间以来，他确实对陈志明产生了超越友情的感觉，只是两人来自不同的地方，未来还有太多未知数。女儿啊，爸爸这次生病，反而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林志远语重心长地说，人生短暂，遇到真心喜欢的人，就不要犹豫了。雨晴抬起头，眼中泛着泪光。可是爸，我们一个在台湾，一个在大陆，这么远的距离，远什么远？现在交通这么发达，台湾和大陆又不是天各一方。林志远笑着说，再说了，爸爸的病好了，我们可以经常来台湾啊。看着父亲开朗的笑容，雨晴心中的顾虑渐渐消散。也许他真的应该勇敢面对自己的感情了。与此同时，陈志明也在医院的办公室里发着呆，桌上放着2张照片，一张是他和雨晴小时候的合影，是他从老家的相册里翻出来的；另一张是前几天他们一起去淡水老街时拍的。志明在看什么呢？这么入神。同事王医师推门而入。没什么，陈志明赶紧收起。林先生的出院报告已经准备好了，需要你过目一下。王医师递过一份文件，然后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被收起的照片。那个林小姐人挺好的，长得也漂亮，思路清晰，懂医学知识。你想说什么？陈志明笑着问。没什么，就是提醒你，人家马上就要回大陆了，你再不表白，可能就没机会了。王医师拍拍他的肩膀，笑着走出了办公室。陈志明坐在椅子上，深深叹了口气。是啊，林志远的病情已经稳定，再过几天就要出院了，雨晴也要回大陆了。想到这里，他心里一阵失落。这段时间的接触，让他确信自己对雨晴的感情早已超越了童年友谊。但是，两岸的距离、工作的不同、生活环境的差异，这一切都让他犹豫不决。但如果就这样错过了，我一定会后悔的。陈志明下定决心，拿起电话拨通了雨晴的号码。喂，雨晴，明天有空吗？我想带你去一个地方。有啊，爸爸的情况很稳定，我可以出去一趟。去哪里呢？雨晴好奇地问。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是个对我们2个都有特别意义的地方。陈志明神秘地说。第二天一早，陈志明开车来到医院接雨晴。两人来到了台北市郊的一处山区。这是哪里呀？雨晴疑惑地问。再往上走一点，你就知道了。陈志明笑着说，这里有个天文台，是台湾最早的天文观测站之一。天文台？雨晴愣了一下，随即想起了什么。难道是因为……没错。陈志明点点头。还记得小时候我们偷偷爬上楼顶看星星的事吗？那时候你说长大后想去天文台看真正的星空。雨晴感动得说不出话来。20多年过去了，陈志明居然还记得他儿时的这个小愿望。两人沿着山路慢慢走上去，一路上聊着各自这些年的经历。陈志明告诉他，当年回到台湾后，他一直很想念在上海的生活和朋友，尤其是雨晴。后来他专心学医，一步步成为心脏外科专家，但内心深处始终有个缺憾，就是没能和童年挚友好好道别。雨晴也分享了自己的故事。她说，陈志明一家突然离开后，她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开心，总是偷偷跑到对面空荡荡的公寓门口张望。后来她渐渐长大，投入到学业中，却始终记得那个保护过她的小男孩。真没想到，命运会以这种方式让我们重逢。雨晴感慨道，也许这就是缘分。陈志明微笑着说，兜兜转转，我们终究还是相遇了。到了天文台，两人站在观景平台上，俯瞰整个台北市。夕阳西下，城市的灯光渐渐亮起，如同繁星点点。雨晴，
陈志明转身面对他，认真地说：“这段时间和你在一起，让我想起了很多美好的回忆，也创造了很多新的回忆。我知道我们之间还有很多现实的问题需要面对，但是……”他深吸一口气，继续道：“但是我不想再错过你了。20年前我们没能好好道别，20年后我不想再说再见。雨晴，我喜欢你，不仅仅是童年的朋友那种喜欢，而是想和你共度余生的那种喜欢。”雨晴的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她没想到陈志明会这么直接的表白，但内心却感到无比的幸福和安定。志明，其实我也喜欢你。雨晴轻声说，这不仅仅是因为你救了我父亲，也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童年回忆。这段时间的相处让我看到了你的认真、负责和温柔，这才是我喜欢你的原因。听到雨晴的回应，陈志明激动地将她拥入怀中，夕阳的余晖洒在两人身上，映照出一片温暖的金色光芒。但是我们以后怎么办？片刻后，雨晴轻声问道。我要回大陆，你的工作在台湾，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陈志明坚定地说，也许我可以申请去大陆的医院工作一段时间，或者你可以考虑来台湾发展。无论如何，我们不会再让距离把我们分开了。雨晴感动地点点头，我们一起面对。2周后，林志远康复出院了。在返回大陆前的最后一天，林志远、雨晴和陈志明3人一起吃了顿饭。陈医师，这次真的太感谢你了。林志远举杯致谢，不仅救了我的命，他意味深长地看了看雨晴和陈志明。林叔叔，您太客气了。陈志明有些腼腆地说，这是我应该做的，而且我也要感谢您和雨晴，让我找回了失散多年的青梅竹马，也找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哈哈，那我可得恭喜你们了。林志远爽朗地笑道，志明啊，我看人很准的，你是个好孩子，我把女儿交给你，我放心。爸，雨晴又羞又恼，谁说要嫁给他了？3人笑作一团，餐厅里充满了欢声笑语。第2天，林志远和雨晴启程返回大陆，在机场，陈志明送别了他们。我会尽快安排到大陆的医院进修。陈志明对雨晴说，可能需要一些时间，但我保证不会太久的。我等你。雨晴紧紧握住他的手。我也会开始研究两岸医疗合作的项目，说不定我们能一起为两岸医疗事业做点贡献呢。我相信一定可以的。陈志明微笑着说，毕竟我们的故事从小就注定要一起续写下去。在即将进入安检口前，雨晴突然回头，给了陈志明一个紧紧的拥抱。志明，谢谢你让我发现，台湾不只有先进的医疗技术，还有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也谢谢你。陈志明在他耳边轻声说，谢谢你让我明白，无论大陆和台湾有多少不同，我们的心是相通的。3个月后，陈志明成功申请到了上海一家知名医院的交流项目，而雨晴也开始筹备一个两岸医疗器械合作项目。2人虽然工作忙碌，但总是抽出时间相聚，一起努力，一起成长。1年后的春天，陈志明和雨晴在上海举办了婚礼。婚礼上，2家的亲友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对跨越时空的有情人终成眷属。婚礼上，陈志明深情地说，20年前命运让我们分离，20年后命运又将我们重新带到一起，这一次我们不会再分开了。雨晴含着幸福的泪水回应道，从青梅竹马到天各一方，再到如今的喜结良缘，我们的故事证明，真正的缘分不会因为时间和距离而消散。婚礼后，2人决定既不定居上海，也不定居台北，而是选择了两地跑。他们在各自的领域继续发光发热，同时也致力于推动两岸医疗合作，为更多的病人带来希望和健康。有时候想想，如果不是爸爸生病，我们可能永远不会重逢。有一次，雨晴感慨道，虽然过程曲折，但结局是美好的。是啊，陈志明握着他的手说，正如我们在医学领域所坚信的，任何困难和挑战，只要有爱和专业，都能找到解决的方法。
就这样，一个始于童年，失散多年，又在患难中重逢的美丽爱情故事，在两岸之间绽放出了绚丽的光彩。而陈志明和林雨晴也用自己的专业和爱心，为两岸的医疗事业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缘分的力量超越时间和空间，真爱能够战胜一切障碍。而在追求爱情的同时，不忘自己的专业理想和社会责任，才能让生活更加充实和有意义。大家好，我是丽姐，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希望大家喜欢这个跨越海峡的爱情故事。如果你们身边也有类似的经历，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哦。下次我会带来更多精彩的相亲故事，我们不见不散。记得点赞、订阅、转发支持一下丽姐哦。